它的这个凹陷已经像刀刻一样的时候，那是非常的令人困扰。这个以前很难处理，为什么？因为这种你怎么拉也不会让这个凹陷的部分它就崩长露出来。但是现在这有解，你看我们可以用筋膜，你可以看到吗？我们可以把它修复成这个样子，把这个像刀子刻过的痕迹，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这样的处理。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木偶纹。为什么叫木偶纹？其实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布袋戏？台湾叫布袋戏啊，木偶不是他嘴巴会动，就会有2条纹，所以后来很多人就把这一条叫做木偶纹。如果你有木偶纹呢，会让你怎么样？这样子。好，那问题是木偶纹要怎么治疗？有木偶纹的人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到底在不爽什么？他这样讲，没有啊，我没有不开心啊，因为他这2条。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很多人以为木偶纹就是用玻尿酸打一打就好了。就很像很多人以为法令纹就是用玻尿酸打一打就好了我以前常常讲，其实我们脸不像是马路，马路你有个坑，你把它填起来就算了，但是我们脸不像马路，有坑你把它填起来。你如果有坑填起来，你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个现在在医美上面非常流行的问题，叫做 overfitting syndrome。overfitting syndrome 是什么呢？这3年因为随着微整形的进步，全世界各地大家都在疯微整形，结果很多的医师他可能没有经过适当的诊断，什么问题我管你的，就是把你用玻尿酸填起来，填完以后说不出来的不自然，说不出来的怪。所以我在之前影片我不断强调，我们一定要诊断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再对症下药。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木偶纹有分这3个原因。张医师，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用简单易懂的方式，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成因，肌肉。我们嘴巴旁边的肌肉相当多条，其中会让我们的嘴角往上扬的肌肉有7条，让我们嘴巴往下压的肌肉有5条。好，哪7条哪5条？现实答不出来就扣薪水。没有这个答案，很多医生也答不出来。我们的这个嘴巴旁边往下拉的这几个肌肉，这一条肌肉。这一块三角形的肌肉叫做降口角肌。降口角肌呢，它是一块三角形的肌肉。这个肌肉呢，它主要做的动作就是让你的嘴角往下。你看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他们这样，那表现出他的权威感。但是这个肌肉拉扯久了怎么样？你看起来就很不爽那就会拉扯出你的木偶纹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人他的木偶纹是怎么形成的？我刚刚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肌肉，当这个肌肉它长期使用的时候，导致你脸上会有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纹路出来。那为什么会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肌肉收缩呢？就是他可能平常他习惯抿着嘴，或者是他平常习惯用力咬着牙齿，你习惯用力咬的时候，你嘴角就不由自主会这样往下拉。那时间久了，慢慢拉扯，就会扯出这样一个纹路。这一种肌肉造成的这个木偶纹呢，要把这个肌肉放松肌肉最好的东西当然就是打肉毒。你会发现，像这种状况，这种肌肉造成你打肉毒，你会发现一件事，它的木偶纹其实就改善了。所以有一部分的人呢，他的木偶纹形成的原因是因为肌肉拉扯造成的。我听起来好棒那是不是就像打鱼尾纹一样打肉毒就好了，对不对？可是呢，其实事情不是像他想的这么简单因为嘴角这个地方肌肉造成的木偶纹其实只占所有这些大家会有木偶纹原因里面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成分在。为什么呢？因为往往你注意到这个木偶纹的形成，是它已经在你没有任何表情下都已经造成一个纹路在那。什么意思？如果今天呢，你是因为肌肉往下拉扯，导致你有这个木偶纹产生，你打肉毒会有效。可是如果你一直拉经年累月，你拉了1年、2年、3年、10年，这就很像这一张纸，就像我们的脸皮，你每天一直折它，
好，折到后面，哎，这个纸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纹路了。这个时候你在打肉毒有没有效？已经没有效了，因为这个纸呢，这个纸，也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这个局部的这个纤维已经受损了，纹路已经存在了。这个时候它就不是单单肌肉造成的，这个时候它就从肌肉的原因进展到下一个凹陷。肌肉每天一折到我们局部的皮肤变薄，折到我们局部的这个皮肤这个地方的组织它流失，于是它就凹陷了。那这一种凹陷的这种纹路就是所谓的静态纹。当我们的这个墨纹它形成静态纹的时候，它很像是什么？就很像一个刀疤一样，就像你用刀划过这个嘴角，让这个局部形成一个像疤痕一样的组织。哇，这种纹路就非常的头大了。为什么？好，一旦它形成这样的静态纹的时候，你单单打了玻尿酸，它效果会好吗？不会。为什么？因为这一种纹路，它就是你肌肉长期一直拉扯造成的嘛。你今天打玻尿酸在这里，你的嘴角每天还是在那里动，你在吃东西，那这个玻尿酸很快就流失了，就很像我们玻尿酸打嘴唇，大家都打过嘛，不然打嘴唇的话，维持的时间效果其实都不久，这很无奈。为什么？因为你每天要喝热的，要喝冰的，你嘴巴一直动在讲话，你的玻尿酸就很难在那里维持很久。一样的道理，局部这个地方打玻尿酸，有的时候有没有效？有一点效，可是它维持的时间就不够久。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已经变成静态纹、凹陷的这一种墨纹，要怎么处理呢？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说啊，我这个地方有墨纹，那我是不是把它拉一拉，它就不见了？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哦。如果像它这个已经是因为皮肤本身受损，皮肤已经变薄，皮肤已经有一些组织流失的，你用拉的，我不会因为这里拉上去，这个受损的肌肤就长回来，我不会因为拉上去那个变薄的组织自己就变厚，不会。所以我们要让这一块组织重新变厚。以前大家的观念都是说打玻尿酸就可以，对不对？可是嘴角就像嘴唇一样啊，嘴唇大家半年就要打一次，你为了一个墨纹半年要花1万块来打个墨纹，很多人就觉得不划算啊。有没有方法？我告诉大家有，这个方法呢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方法哈。大概在2019年呢，是来自于这个整形外科的一个 PRS 这篇研究论文，它里面的一篇文章。它就是用筋膜来改善这种已经长期因为组织流失像刀疤一样这样的纹路。它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取一块筋膜，这个筋膜呢，其实大家听起来好像很恐怖，可是其实不会，它很简单哦。我们一般像我在拿的话，我们就从耳朵后面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大概很小的伤口，像这个我们大概用0.5公分而已。完全看不到，因为它是藏耳朵后面这，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拿筋膜来，嘴巴这里都只有针孔而已。其实这篇论文它原始的方法伤口比较大，好，那我把它改良了，伤口多大呢？跟我们在这个用那个钝针打玻尿酸的时候那个伤口一样大，就是针孔而已。在嘴角这用针孔就可以用这个筋膜把这个筋膜修复。用筋膜有什么好处？这个筋膜本来就是你脸皮的一部分。那我刚刚说了，这个局部的这个纹呢，是因为你的这个皮肤组织受损变薄，所以我用你自己原本脸部组织再去修补、修复、复原你这个受损的组织，它做出来就会很自然，把这个像刀疤一样的东西恢复以前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好，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我们除了可以用在像这样子的墨纹，我们可以用在什么川字纹上面。好，我们可以用在有一些人他的法令纹也是因为长期因为笑，然后这里就会有一条细纹，有没有？像刀疤一样细纹，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再看你看看这个嘴角的这个墨纹，它是不是就像刀疤一样的一个深，就很像你用刀子刻过去的痕迹，对不对？这个在以前是几乎无解的，早期在我们那种老师的年代，这个都会跟客人说，这个年纪有了，忍耐一下，这个是岁月的痕迹，才可以先让人显示出你见闻的多广。
没有，现在我们已经不吃这一套了，我们可以走过岁月，但我不想要留下痕迹。所以以前大家看这个有多可怕哈？这个其实客人来他会抱怨一件事，那个台语叫什么？吹暖装泼啊，对，讲话讲那个口水会积在这个地方啊。我之前有客人跟我抱怨哦，他常常口角会有类似发炎。好，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墨纹太深了，所以那个口水有时候不由自主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皮肤局部那个口水进，他就常常这个红红的。你对他听这个可能觉得很夸张，可是如果在荧幕前面的你有类似的困扰，说对，真的就是那个墨纹太深的时候，当他的这个凹陷已经像刀刻一样的时候，那是非常的令人困扰。这个以前很难处理。为什么？因为这种你怎么拉也不会让这个凹陷的部分它就崩长露出来。但是现在这有解，你看我们可以用筋膜，你可以看到吗？我们可以把它修复成这个样子，把这个像刀子刻过的痕迹，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这样的处理。这个也是一样啊，它这个嘴角这个墨纹很深，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筋膜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处理。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另外一个问题哈，墨纹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来是什么？就是松弛跟下垂。假设我们一个人哈，比如说这是若宁的脸，我们从侧面看，把它放大，放大成这样哈，这是骨头，这是脸上的这个组织啊，就像我们这个是骨头哈，这是骨头哈，这个是嘴角的这个组织，看懂了吗？哈，骨头、嘴角的组织，年轻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平整的，可是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当它垮下来，会压出墨纹。有很大一类的人，他的墨纹成因是因为来自于嘴边肉下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比如我们先看这个，像它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这有点墨纹，好，那它的原因不是因为肌肉，好，也不是因为凹陷，它就是因为嘴角这个旁边这块肉掉下来。所以同一个人哈，我们用线把它拉上去的时候，它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它这里是掉下来的。好，我们再看哦，这是另外一个案例哈，当他的这个脸这个地方呢，哈。它有些松弛的时候，我们用线把它拉上去的时候，它的这个嘴边肉一上去，它的墨纹也会改善。我们再看这个案例，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坨肉，当它这个地方下垂的时候，它就会压出墨纹。我们把它拉上去的时候，它的墨纹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如果今天你的墨纹是因为松弛跟下垂，你用拉提它很有效。它可以同时改善墨纹，它可以同时改善嘴边肉，它还可以改善你的脸型。可是不是每个人的墨纹都用拉提有用哦，因为墨纹我们要考虑它是因为肌肉，对，或者它是因为凹陷，我们必须要诊断。像这个，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它这里脸庞，这有一坨肉。很多人还会抱怨一件事，去看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脸是 V 的，为什么我随着年纪大的时候会从 V 慢慢变成 U？大家看我的手就知道，你本来是 V 的，变成 U， 就是这两坨掉下来了嘛。这两坨是什么？就是嘴边肉。他会觉得奇怪，我体重没有变，我怎么脸要变大？因为你从 V 变成 U，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嘴边肉一旦拉上去，你的脸型不仅会改善，你的墨纹也会同时改善。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拉提。也是要注意哈，其实我们的嘴边肉分3型，大家想说哇，到底是有多复杂？嘴边肉分哪3型呢？我们今天不讲。好，大家对嘴边肉分哪3型有兴趣的，延伸阅读一下。好，我们到底应该要拉浅层、拉筋膜还是拉深层？我们看那个影片。那我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墨纹，如果你是松弛跟下垂的，好，你要改善你的嘴边肉，做完之后，你的脸型改变，你的嘴边肉改变，你的墨纹也会改善。我们再看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它除了这个法令纹之外，它墨纹，你看它的脸型，你们这掉了一块，好，那像这种状况，我们就要判断它今天是浅层的皮肤松，就是第1型的嘴边肉，它是这个深层的假嘴垫掉下来，还是第2型的嘴边肉，它是中层的筋膜垮了。那就是第3型的嘴边肉，你仔细看哦，它的这个法令纹跟墨纹还同时合并着一些肌肉型跟凹陷型。我们除了帮它做拉提之外，我们在手术当中还把多余的筋膜拿来修复肌肉造成的凹陷的问题，所以它同时一举改善了这几个问题，同时改善脸型、改善墨纹。改善它的法令纹，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像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它的墨纹也是非常的深。
它这一种就是属于三型合并，它有肌肉的问题，长期椎间网效，然后它已经有凹陷像刀刻的问题，然后它也有下垂的问题，所以这种木偶纹它就是3个问题都有，那我们就要合并治疗。好，合并治疗，如果你今天是用微整形的方式，那拉提的部分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用八字线拉上去，肌肉部分我们打一点肉毒，凹陷的部分我们做一点填充。好，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做持久强效，好，比如像这个客人要强调持久，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3层次，好，我们把每一层把皮肤收紧，把筋膜上提，把深层的脂肪垫上去，改善下垂的问题。然后改善之后呢，我们再拿那些多余的筋膜跟真皮来修复它的凹陷跟肌肉造成的问题。你会看到它的脸型改善。好，然后它原本嘴角下垂的部分，也上扬了，然后它的这个木偶纹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你看非常的明显哈。我们再看，这是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他的木偶纹是什么原因造成？一样是3型合并，他同时有肌肉往下拉，他同时有凹陷的问题，像刀刻一样，然后他同时有下垂。如果大家仔细看，他的法令纹也一样，他的法令纹也同时有下垂。有肌肉，有凹陷，所以他选择的方式，他一样选择3层式拉比，把组织往上提，前层、中层、深层往上提，然后再拿这些筋膜来修复这个像刀疤一样的纹路。你可以看到整个人年轻了，15岁以上。所以常会有很多人他说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那个纹路岁月真的像一把刀在脸上刻出那个痕迹。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抹掉这些痕迹。但抹掉之前，我们就要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有很多男生，我发现现在好多男生来找我耶。对啊，超多的，就是很明显，10年前其实男性的客人很少，那现在男性的客人非常多，几乎天天都有。所以我发现这个不管男生女生，其实有的人他来是这样，我不是说我要变成3重天乐这样但是他们想要的是就是变年轻，对，要变成年轻的自己。好，这个大哥也是一样，你看他的嘴角。那这个嘴角就是他就是会抱怨说，他真的是有时候讲话，因为他工作就是民意代表，可能要跟人家一直讲话，然后有时候讲话，他就会说这口水流到这里啊，有时候人家看着会不由自主就一直看到你的口水在这里，很困扰。好，那这种来怎么办？那他的问题，这种木偶纹就是同时合并了3个，好，他有时候要展现威严，他有肌肉，然后后来就是有导致了凹陷，然后他有下垂跟松弛的问题，所以我们帮他做完3层式之后。他的脸上提了，然后呢，我们再拿这个多余的筋膜去修复他这个像刀刻一样的纹迹。好，对他而言，他变年轻了，然后他觉得很棒，因为不会再让人家觉得他口水有时候一直讲就会留在这里的感觉。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分享那么多，就在跟大家讲，其实今天不管你要做什么疗程，你要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医师要诊断出你这个问题它的原因是什么，再对症下药。如果你只是一昧的就是打玻尿酸，你就会发现很多钱好像是白花的，因为什么？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OK， 如果你觉得我们影片不错，分享给你的朋友那跟我们小编讲，我们会把这一本书的电子档呢寄给你。那这本书呢，是主要其实讲微整形，可是里面讲了很多关于脸部构造的观念那它没有很多像外面很多商业成分它可能为了说服你打什么什么什么，就跟你讲什么什么是最好的。那这里面呢，都是一些专业的，但是却让你很容易能够理解的东西。好，那你只要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朋友，跟我们讲，我们就把这个书的电子档送给你。好，那如果你有个人的问题，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或者是微信 WeChat。我们的代码是 Renew Clinic， 就是我们诊所官网Renew Clinic 连在一起 Renew Clinic， 欢迎加入我们，然后可以询问你个人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了，拜拜。